今集會介紹超合金魂第一隻嘅宇宙飛龍，仲會一次過介紹晒佢咁多個版本。有興趣嘅朋友就唔好錯過啦。GX05 零貓 05B， 今次會一次過介紹晒呢三盒超合金魂最初期嘅宇宙飛龍：2001年嘅 GX05、2004年嘅 GX05 貓，同埋2002年嘅 GX05B。今次呢個 video 我都會順住由左手邊開始 GX05、05R、05B 咁去介紹。啱 Bandai 公佈咗今年最好嘅聖誕禮物 GX18 嘅宇宙飛龍，我自己聽到就真係好興奮。為咗紀念呢個日子，我決定拆翻呢三盒超合金魂最初期嘅宇宙飛龍出嚟同大家一齊分享。今次想喺度花3分鐘嚟介紹宇宙飛龍嘅故事、動畫資料同埋少少玩具嘅歷史。如果冇興趣嘅，可以喺影片描述欄嗰度直接跳去下一 part。故事開始係講距離地球6000光年以外一個叫做捷拉嘅星球。由於黑洞嘅出現，啲捷拉星人驚到全部匿晒落地底，仲整咗一部叫做大流士嘅電腦機械人。大流士以大帝之名組成咗暗黑軍團，除咗揾可以移民嘅星球之外，更加想征服宇宙，而地球就係第一站啦。故事嘅主角王牌投手三四郎喺一次比賽入邊俾暗黑軍團嘅鳥人兵襲擊，搞到廢咗武功。之後俾大文字博士率領嘅宇宙飛龍隊救翻，更加話俾佢知佢有超能力。而暗黑軍團正正就係要攻擊地球上面有超能力嘅人。眼見城市被破壞，三四郎亦都決定加入宇宙飛龍隊一齊保衛地球啦。宇宙飛龍喺富士電視台1976年至1977年播映，全部44集。當時宇宙飛龍其實都算係一套破格嘅作品。個機械設定感覺上比較兇惡，將一個類似骷髏頭嘅樣作為恐龍頭。呢個恐龍頭更加可以有手有腳變成一個機械人。後期強化型 Face Open 個樣更加唔會喺之前嘅機械人片裏邊見到。恐龍身亦都充滿尖刺，外表一啲都唔友善。呢啲設定當其時嚟講非常之成功，玩具更加係大受歡迎。大空魔竜登場，ボリューションプロテクト。超合金外球大空魔竜ポピーより発売中。Deluxe 版嘅宇宙飛龍喺1976年發售 ，size 比較細。Standard 版嘅金剛亦都係同年發售，更加陸陸續續出咗4期。第一期個膊頭比較細，第二期打後膊頭比較大，亦都加多咗個掣用嚟分開下半身。第3期龍頭變咗黃色，第4期龍頭變翻金色，金剛嘅頭同埋身上藍色位都有啲改動。到1978年亦都有單獨發售嘅宇宙飛龍 ，size 比 Deluxe 版大啲，亦都有分白色角嘅前期型同埋黃色角嘅後期型。以上資料如果有錯，可以喺留言嗰度話翻俾我知㗎。相隔咗20年，終於都到我哋今次會介紹嘅超合金魂系列。2001年出嘅 GX05、黑色版嘅05B 同埋改咗色嘅05貓。05、06年都有單獨發售嘅金剛。相隔 GX05又一個20年，今年年尾就會推出正常 size 嘅金剛同埋飛龍，我自己就超級期待啦。除咗 Bandai 都有其他廠出過街傾或者宇宙飛龍，當中我仲有 keep 到依家嘅都係得千直鏈。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留言話我知，我都會介紹下㗎。跟住落嚟會集中講翻幾款嘅 GX05，先睇睇說明書。3本說明書大致相同，都會有呢張注意小心棘輪變形嘅紙仔。我開 GX05 嗰本同大家一齊睇下宇宙飛龍嘅歷史資料，內容主要都係圍繞動畫。配件話多唔多，但係亦都唔算少。呢一版就係3本說明書唔同嘅地方。GX05 05R 呢頁街傾介紹得較詳細，05B 就多咗 extra parts 嘅介紹。咁樣睇應該會清楚啲。其他有關合體同玩法嘅內容，3本說明書都係一樣。封底有少少分別。
金剛嘅玩法，我會主力用 GX05 嚟做介紹，亦都會將佢同另外兩部做一個比較。先將金剛變返初期型，上身全部都係金屬做，手係用磁石嚟固定，雙手同背脊嘅飛翼係用膠做嘅。上半身好簡單就做裝好啦，依家擺返個合體前嘅姿勢。跟住到下半身，都係全部用合金做，雙腳都係用磁石嚟固定。Counter Cross 裝喺腳嘅插槽上邊。比較特別嘅係 GX05 呢兩把 Counter Cross 係鴛鴦式嘅。上下身 ready 之後，就可以合體做金剛。成個龍頭都係用合金做，幾精緻㗎。龍頭擺入去嘅時候，要對好呢個承托嘅位置。合體完成。成個 video 都會用呢個排列嚟同大家介紹，跟住會講下 05B 跟嘅 extra parts。手腳嘅顏色係對應返 GX05，分別有飛翼、上身、龍頭、下身同埋飛鏢。說明書寫就係可以俾你砌多隻 GX05 嘅強化型。佢個龍頭閃靈靈，砌好之後，我都會將佢同 GX05R 比較一下。左邊嘅係05R，依家砌做強化型。強化型嘅手腳比較粗，飛鏢長啲。同埋個頭都係比較大個嘅，又睇下三款有咩分別。將 extra parts 擺埋一齊，武器可以裝喺手上邊。依家將金剛轉成最強勁嘅超兵器型，先將武器組合，成個枕套喺拳頭上面就得。當然最重要就係換埋一個 face open 嘅頭啦。黑色版嘅金頭都幾靚㗎。睇下呢隻咁細隻金剛嘅可動性，頭嘅上下左右幅度都算正常。手唔可以向外咬，腳都可以做有限度嘅姿勢，前後嘅幅度唔算多，但係膝頭哥就有90度，腳掌亦都有少少貼地性。依家到大恐魔龍，可以睇下三條顏色上嘅分別。中間嘅 R 版相對初版顏色較為鮮明，呢一 part 我都會主力用05R 嚟做介紹。先裝返條尾，玩之前都有少少基本配件要裝返上去。兩隻爪用磁石嚟固定。說明書提到比較易變形嘅棘輪，其實呢啲尖尖都好硬淨嘅，俾佢吉親嘅機會仲大過變形。裝埋呢件，叉個頭就完成啦。三隻入邊最舊嘅 GX05，
無論顏色同埋磁石都有明顯老化嘅跡象，腳關節嘅承托力亦都比較低。今時今日想後追嘅朋友 GX05R 或者 05B 應該就係最好嘅選擇。除咗關節比較緊實，顏色同埋磁石嘅表面都仲係完好狀態。睇下佢嘅可動性，頭部都有少少可動嘅範圍，嘴可以開合，腳係用齒輪關節，底部更加有軟膠做嘅真理帶，尾巴係波 joint。依家將金剛嘅身同飛龍合體，將金剛嘅頭隱藏好，size 只係大咗少少，都係用磁石嚟固定。3條龍都換晒俾大家睇下。飛龍嘅配件非常之多，依家逐一裝上去試下。龍頭分開咗之後，換上另一個配件。裝喺翼側邊嘅 Dragon Cutter。值得一提嘅係呢隻宇宙飛龍跟咗5種武器，佢哋可以全部裝晒喺龍身上邊，唔會有任何干涉。呢個大鉗可以開合，3款嘅顏色都有少少分別。先將呢個轉組合，換喺龍爪嘅位置，所有武器已經裝晒上去。睇到呢度，如果覺得呢條片好睇嘅，可以俾個 like 鼓勵下我，分享俾你嘅朋友。訂閱埋我個 channel 就係對我最好嘅支持啦！撳埋側邊嘅鐘仔，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講返呢3條飛龍，我諗都有差唔多10年冇攞過佢哋出嚟。GX05俾我感覺就真係有老化到，主要係合金部分嘅顏色有少少甩咗，同埋磁石位有氧化。05R 同05B 都冇乜問題，05R 全身電鍍色嘅感覺依然係咁靚，05B 整體上都唔錯。只係金色嘅軟膠位有非常輕微嘅出油感覺，跟嘅 Extra Pass 都冇乜問題。大空魔龍有2個玩法，第一個係將佢變成格納庫，分咗體嘅金剛可以將上半身同下半身收落喺裏邊。雖然依家睇返就咁擺落去有少少膚淺，但係都叫忠於原著啊！擺咗入去，龍身可以閂返埋，但係對手就會有少少移位啦。睇下3條龍嘅格納庫形態，跟住睇下飛龍小隊。可以直接喺噴射口嗰度擺佢哋入去。呢個位我自己就幾中意，
3條龍仔嘅比例做得好好，上色亦都唔錯。攞返出嚟就用最原始嘅方法，簡單直接。3款嘅飛龍小隊，我自己就中意 GX05嘅動畫式版本，你哋覺得邊款靚呢？飛龍嘅另一個玩法就係做出防禦嘅姿勢，基本上都可以好流暢咁做出呢個動作。最後要講嘅就係地台，3款嘅地台都係一樣，好簡單就可以將佢組合，同樣可以將全部配件擺晒上去。感覺上都好精緻。我哋又睇下3款裝晒上去之後嘅感覺係點。今次嘅介紹就差唔多啦，多謝晒睇到呢度嘅朋友。嚟緊我會介紹埋 GX27嘅街傾，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 啊！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